我叫沈曼君，本是苗疆圣女。3年前，我用20年阳寿为界，换我的丈夫李连成起死回生。阿成，阿成，我绝不会让你有事。这3年，我以血为引，每月喂养李连成体内的同心骨。他也凭着骨力加持，参军后步步高升，成了督军。今天是最后一次喂骨，再调理1次，他就彻底痊愈，我们也能有个孩子了。连成哥，这是你府上的老嬷嬷吗？怎么这么不懂规矩？主子们用饭，他就这么直愣愣的闯进来。莹儿，不要瞎说，这是我夫人曼君。原来是曼君姐啊！瞧我这眼神。不过曼君姐，你平时都不保养吗？这皮肤瞧着比连成哥大了20岁呢，所以我还以为是府里的下人。你不要生气啊。阿成，该喝汤了。喝什么喝？啊，好烫！我的汤！炖了3年，连个蛋都炖不出来。我们李家要的是能给我们李家传宗接代、生儿子的媳妇儿，不是只会炖些汤的废物。就是，你看看人家苏小姐，年轻貌美，一看就是好生养的。哼！爹娘。曼君为这个家付出多少，你们是知道的。孩子的事，不是曼君的错。我没爱错他，他果然还是在乎我的。不过，爹娘说的对，孩子的事，确实不能再拖。这月初8是个黄道吉日，我宣布，将正式迎娶苏颖过门，为我李连成平妻。什么？阿成，你说什么？曼君，颖儿于乱军中为我挡过子弹，救命之恩重如泰山。我李连成堂堂督军，不能做忘恩负义之人。救命之恩？那我呢？你别忘了，你当初跪在我面前发过什么誓？曼君，我李连成对天发誓，此生只娶你一人为妻，生生世世护你周全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够了，沈曼君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一根破木头也敢拿出来献言？阿成念你伺候了我们几年，把你留在李家，给你口饭吃，你倒好，还敢顶撞丈夫。曼君，我念在相识之初，你将我从陷阱中救出，给你正妻名分，让你锦衣玉食3年，还不够吗？就是，什么救命之恩，我们李家养你3年，早就还清了。李连成，你摸着良心说，你督军府的吃穿用度是谁操持？你爹娘的汤药是谁熬的？这3年，你们不过是把我当成不用给工钱的老妈子。够了！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带出去别人怎么看我？说督军夫人是个貌丑无颜的村妇。别闹了，我只是给颖儿一个平妻的名分，家中大小事务往后还是你操持，你还是这个家的正妻。正妻，好大的恩典！我变成这个样子，都是为了谁？当年要不是为了救你，还有完没完？我们李家肯让你这又老又丑的村妇进门，做了3年正事，已经是天大的恩典。离了我儿，你早就饿死冻死那个山沟沟里了。你自己肚子不争气，3年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，不会下蛋的母鸡站着窝不放，还有脸闹？李连成，
你嫌我容颜衰老，却不知我折寿20年是为了换你死而复生。若无我精血滋养，同心骨反噬，你必死无疑。既然你背叛誓言，另娶他人，那就别怪我。好，你想娶她是吗？那你就看看，没有我的点头，她能不能进这个门？站住！你什么意思？连城哥，连城哥，你怎么了？一日没有精血喂养，蛊虫便会躁动不安。这是开胃菜。沈曼君，你把话说清楚。律法规定，纳妾须得正妻同意。若我不点头，她休想嫁进来。好，很好。既然你如此不识大体，不顾李家颜面，即日起，颖儿执掌中府，家中大小事务全由她说了算。主院今晚就让给颖儿，你现在就从主院搬出去。凭什么？我是你明媒正娶的正妻，主院本该就是我的。就凭我这肚子里现在怀着的是阿成哥的骨肉，是李家未来的嫡孙。不可能！3年前李连成伤了根本，这些年我日日用精血为他调理，在他完全康复之前，绝不可能有孩子。哎呀，我的好颖儿，你有喜了！本想等日子稳一些，再告诉二老的。好，好啊！祖宗保佑，我们李家终于有后了！天黑之前，我要看到主院清空。李连成，原来你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。是又怎样？沈曼君，你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这副鬼样子，人老珠黄，形如槁木。养你3年，已经仁至义尽，难道你还想害我李家绝后，让我李连成断子绝孙吗？你这毒妇！我毒？那你这3年来百病不侵，身强体健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乃苗疆圣女，是我折寿20年，用同心骨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。这3年，我每月以精血喂养你体内的子骨，替你强行续命。没有我，你早就死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放屁！什么苗疆圣女，什么精血，都是你之前编出来的鬼话。你就是想逼着我儿娶你，想霸占李府正妻的位置。毒妇，你要真心对我儿，看他有子，就应该自请下堂来伺候颖儿，这才是为妻之道。做梦！李连成，既然你忘恩负义，那你这条命我今天就收回。沈曼君，你他妈还真演上瘾了，装神弄鬼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？怎么会？这些年我已心头血噬骨，灵力竟已被消耗殆尽到如此地步，连最简单的召唤诀都施展不出了。连成哥，消消气。姐姐，你也真是的，谁不知道真正的苗疆圣女福泽深厚，医术通神，容貌倾城，怎么会是姐姐这副丑样子？就是，圣女如今在圣山闭关，等圣女回归，我定要捧着万金去求她为我金孙赐福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冒充圣女？算了，连成哥，你看她这副可怜样子，到底也是伺候过你一场，你就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就让她做我的洗脚婢，你说如何？念在你伺候我们3年的份上，我也不赶尽杀绝。从今天起，你就以下人的身份留下。
3块大洋也太多了，外面雇个粗使婆子，手脚麻利，年纪轻的，1个月才1块大洋，他这又老又丑，1块都不配。想让我继续伺候你们？好啊，那我就好好伺候你们。疯婆子，给你台阶不下，偏要作死，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！你以为你算老几？老子养你3年，让你白吃白住，你他妈不知感恩，还敢掀桌子！哎呀，脏死了！这可是我刚做的裙子，几10块大洋呢。那是曼君，这是阿爸给你的陪嫁，你记住，若有一日你受欺负，就将它摔碎，阿爸就来带你回家。曼君，明天你就是我李家当家主母，这镯子金贵，磕着碰着就不好了，我帮你收起来，你放心嫁给我，我绝不会让你受委屈。好。那是我阿爸给我的，还给我！连城哥，他发疯了！滚开！那是我阿爸给我的，还给我！你他妈还敢动手！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！还给我！那是我阿爸给我的嫁妆。你说这个，这是连城哥送给我的定情信物，怎么就成了你的？李连成，你偷了我的东西送给他？偷？什么叫偷？你人都是我的，你的东西自然也是我的。我拿一个镯子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姐姐这么想要啊？那好吧，到底是姐姐的东西，我就还给姐姐好了。哎呀，手滑了。姐姐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摔得好，这种破镯子留着也是晦气。行了，一个破镯子而已，回头我给你买10个更好的。曼君出事了，全寨听令，不惜一切代价，立刻找到圣女。我跟你拼了！来人，给我拦住这个疯婆子！是。看看这泼妇的样子，哪里还有半点体统？原本念及旧情，还想着留在后院赏他口饭吃，如今看来，留着他就是个祸害。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是我识人不清，是我眼瞎。早知今日，我就该让你死在3年前。我呸！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。成儿，若再不教训这疯婆子，她怕是不知道我们李家的规矩。沈曼君，是你不敬公婆，不遵夫婿。来人，上家法！姐姐，从今往后，这个家还有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我和连城哥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一家人，李连成，若无我的血骨继续滋养，最多3日，蛊虫反噬，你便会七窍流血，慢慢受尽折磨而死。呸！胡说八道的扫把星！我看你就是嫉妒颖儿，想咒我李家。沈曼君，你满口疯话，简直不可理喻！你
们这群废物耳朵都聋了吗？还不动手！李连成，这只木簪是你跪在我面前亲手送给我的。你当时说要生生世世护我周全，我信了。我拿20年阳寿换你活着，拿3年心血养你命，我把自己熬成这副鬼样子，却只换来你们骂我丑，骂我老，骂我不会下蛋。李连成，从今天起，我沈曼君跟你恩断义绝。我要跟你登报离婚。反了天了！我们李家没休你，你就该烧高香了，还敢提离婚？不行，我正值仕途上升期，督军位子还没坐稳，说是报出正妻登报离婚，同僚怎么看？上峰怎么看？我的名声就全毁了。曼君，别闹了，我们是夫妻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夫妻？李连成，你不用演了，我看你就是怕登报之后毁了你的名声，毁了你督军的位置。你从今天起，你我各走各的路，你是死是活都与我再无关系。站住！你说离婚就离婚，沈曼君，你以为李家是什么地方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你什么意思？想走可以，但你出去要是乱说，我的名声就毁了。所以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！李连成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李连成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出去也死，一不做二不休。既然他要闹，那就让他永远闹不成。把他捆结实了，扔去乱葬岗。乱葬岗好啊，他死了也没人知道。从今往后，我们李家就当从来没这个人。李连成，你不是人，你这样对我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曼君！曼君！站住！站住！你是何人？敢擅闯督军府，不要命了！我的女儿，曼君呢？什么曼君？督军府里没这个人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不然我们不客气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这可是督军府，你们敢？行，你等着，我进去禀报，你们别乱来啊！走。夫人，不好了！夫人，门外来了个凶神恶煞的男人，带着好几10号人，说什么来找他女儿曼君。曼君，定是那贱人的穷亲戚进去找上门了。去告诉他，这里没有沈曼君，让那些穷酸亲戚滚远点儿，别脏了我李家的地界。可那人看着不好惹，还带了刀。带刀怎么了？这是督军府，快去照我说的回。是。老夫人说了，这里没有沈曼君，你们找错地方了，赶紧走！难道是我感应错了？曼君的灵犀极其微弱，飘忽不定，确实不在此处。再纠缠下去，
只会耽误时间。李连成，若让我查出曼君有任何差失与你有关，我定让你李家鸡犬不留。我们走。寨主，圣女在那儿！曼君，曼君，我的女儿！阿爸，是我错了。曼君，不怕，阿爸来了，阿爸带你回家。曼君，曼君，阿爸，曼君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阿爸，对不起，女儿不孝。好了，不怕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告诉阿爸，是不是李元成那个畜生伤的你？阿发这就点齐人马，平了他李府。阿爸，不，我的仇我要亲手报。曼君，当年你善用同心骨为李连成逆天改命，此骨是禁术，如今你灵力太弱，收回需大祭司相助。恭迎圣女归来！请大祭司助我收回同心骨。圣女，老朽须得提醒你，同心骨收回，您的青春和灵力会立刻恢复。只是您丈夫当年被蛊力强行压下的伤势，会千倍百倍地反噬其身，届时他将尝尽蚀骨锥心之痛，五脏六腑如被万蚁啃噬，七窍流血，在极致的折磨中慢慢咽气。这个过程至少持续7日。圣女，您当真决定要他的命？是，我就是要让他不得好死。好。且慢，阿爸，李家不是一直想见圣女吗？那个老钱婆可是天天念叨着，等圣女出关，要捧着万金求圣女为她金孙赐福呢。替我放出消息，圣女闭关3年，感念天地，于3日后月圆之夜，在云雾山巅圣坛设祈愿盛宴，诚邀四方有缘人前来。圣女愿亲自出手，为诚心者赐下福泽，保他健康长寿，必有家宅子嗣，绵延昌盛。好，阿爸这就差人去办。李连成，3日后月圆夜，我要亲自送你上路。连成哥，沈曼君那个下堂妇居然敢诅咒您，说什么蛊虫反噬，我呸！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今日大夫说咱们孩儿胎相稳得很，定是个健壮男丁，说不定还是个少帅的命。少帅，凌墨尘那个病老鬼，日日吐血，熬不过今年。等他咽了气，整个西南的兵权都是我李全成的。少帅的位置，自然也是我们儿子。那妾身可要先伺候新大帅了。
蛊虫反噬，你会七窍流血，受尽折磨而死。蛊虫反噬，难道沈曼城那个贱人说的都是真的？快请大夫，快！大夫，督军到底怎么了？这脉上阳气已缺，五脏衰败。督军，这是死吗？放屁！按道理，你3年前就该油尽灯枯，却硬生生拖到今天。可如今这脉不出3日就要崩了，除非苗疆圣女出手，才能为你续命啊！是我折寿20，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。没有我，你早就死了。不，她一个山野村妇，怎么可能？住口！定是你这庸医学业不精。连城阁正当盛年，哪里来的死脉？来人，把这疯老头轰出去！饶命啊，督军！连城阁，您别信那老东西的混话，一定是你最近军务太过操劳，又为咱们的婚事和孩儿操心，这才郁结于心，吐了口污血。阿成，天大的喜讯！苗疆圣女终于要出山了！真是圣女的帖子。我儿是平阳督军，手握1省兵马，圣女再清高，也要给咱们李家几分薄面。这不，巴巴的主动送了帖子来。听说圣女能活死人，肉白骨，更能赐福消灾，保佑子嗣昌盛，家族兴旺。活死人，肉白骨，正好让圣女帮我诊治。好，备上厚礼，我们一起去拜见圣女。大帅，好消息，圣女出关了！扶我起来，我要亲自去见圣女。大帅，您的身子受不住啊！3年了，这病拖了我3年，把我困在这方寸府邸，形同废人。如今圣女出关，是老天给我唯一的机会，就算是爬，我也要爬去云雾山，亲眼见见她。圣女，山下宴会厅的宾客已全部到齐，李家人也按请柬时辰入寨了。请问您是否现在更衣，准备赴会？李连成，3年了，今日我不但要拿回属于我的容貌，我还要你血债血偿，拿命来偿。成儿，我们与圣女素未谋面，她却以顶级贵客之礼相待，破格给了前排席位，你就不觉得这里面另有图谋？你懂什么？圣女能亲自下帖相邀，定是早闻我儿连城少年英雄，手握兵权，又算到我们李家气运鼎盛，这是天赐的机缘。你别在这杞人忧天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平白落了我们李家的脸面。你怎么会这样？明明之前已经稳住，怎么突然又咳血了？不能慌，绝对不能让旁人看见。圣女法力无边，今日只要能得她赐福旨治，这点毛病定能根除。我
是他亲自下帖请来的贵客，他绝不会坐视不理。李督军，久仰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少年英雄，气度不凡。连圣女都视您为座上贵宾，亲自下帖相邀，这份殊荣，全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人啊！是啊，是啊，督军少年得志，未来必定平步青云，飞黄腾达。一会儿面见圣女，还请督军多多美言几句。若能得圣女一句指点，一分赐福，我等定当感激不尽。好说，若是有机会，本督军会酌情考量。多谢督军，多谢督军。圣女来了！快看，圣女来了！圣女出来了！沈曼君，这就是苗寨圣女，这容貌怎么竟是这般模样？这看着怕是有60岁了吧？别瞎说，圣女高深莫测，能驻颜能改貌，年纪大些也正常。你看她周身的气派，那一身银饰，那步态是一般人能有的吗？沈曼君，你这个贱人！她算哪门子圣女？不过是个被我儿子扫地出门的下堂妇，一个整天围着灶台洗衣做饭的乡野村姑，也配站在这苗族圣地？曼君，你疯了！谁让你跟到这儿来的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搅了圣女的赐福法会，你10条命都不够赔！放手！我告诉你，趁真正的圣女还没来，赶紧给我滚！别在这丢人现眼，连累我们李家。连你这种背信弃义的畜生都能来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圣女亲自下帖相邀的请柬，我是圣女的座上贵宾。你什么出身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一双常年洗衣做饭的操手，也配穿这一身圣女华服？哼，怎么，被我休了之后不甘心？想混进这法会里钓个冤大头？曼君姐姐，被休了就该安安分分回老家过日子，非要混进这种地方闹这么一出，这身行头怕是租来的吧？花了不少积蓄。你看看你现在这副又老又丑的样子，还好意思穿成这样出来丢人现眼？真当所有人都瞎了吗？原来是个被夫家休了的下堂妇啊！真是想攀高枝想疯了吧？竟敢冒充圣女，胆子也太大了！等会儿真正的圣女来了，看她怎么收场！听见没有？所有人都看清你的真面目了，赶紧滚！别脏了这苗族圣地。等会儿真正的圣女来了，看见你这晦气东西，降罪下来，你10条命都担待不起。你们说够了吗？怎么还想赖着不走？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！看我今天不撕烂你这张冒充圣女的脸！沈曼君，你敢打我娘！我看你是找死！沈曼君，你找死！放肆！沈曼君，你别以为雇几个演员就能吓到我！什么圣女，我呸！你不过是我们李家不要的废物，下堂妇。没错，她就是我李家3年前娶进门的媳妇沈曼君，因为善妒无子，不敬公婆，早已被我儿休弃，如今竟敢在此冒充圣女。曼君姐，你快收手吧！你不是想回李家吗？只要你收手，我一定会劝连城哥收留你。沈曼君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让他们放开我，我便让你回李家伺候我们。念在夫妻一场，我赏你口饭吃。就凭你，也配？够了！
沈曼君，你不能因为自己怀不上孩子就对李家怀恨在心，更不该为了报复在今日演这场大戏。圣女人心，不忍戳穿你，可你不该得寸进尺，甚至诅咒程儿。要是李家人说的是真的，那这女人也太狠毒了。毕竟夫妻一场，就算被休了，也不能这样报复啊！狠毒，报复。3年前是你跪在我面前发誓，今生只娶我一人，你重伤不治，是我用20年阳寿为你逆天改命，日日以心头精血供养，而你却因我容颜损耗老去，便暗结新欢，当众夺我正妻之位，把我毒打一顿，扔到乱葬岗，任我自生自灭。够了！你说这些有什么证据？等我见了圣女求得福泽，我李连成定会平步青云。还是我太心软，早知你如此下贱，我就该早早弄死你。好，既然你要福泽，那我今日便赐你去死！哼！贱人，你眼砸了吧？连城哥这不是好端端的站在这儿，大家别信他，他就是个疯子，骗！我的5脏6腑好痛啊！他的脸变了！李连成，你这条命我要收回。从今日起，你我之间再无恩情，只有血债。贱人，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？圣女，真的是圣女！我等愿奉上全部珠宝，求圣女赐福庇护。放屁！她是什么圣女？分明就是个害人的妖女！一定是她给我儿子下了毒，要不然我儿子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她根本不是什么圣女，就是个会害人的妖女，骗子！对，你们都看清楚了，刚才一切全都是他的骗局。他因为善妒无子不敬公婆，早已被我儿打死扔出，如今竟然完好无损的站在这里，不是妖女是什么？儿子！我的儿子！大家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想骗你们的钱！骗！我乃苗疆圣女沈曼君，今日在此，以天地为证，收回忘恩负义之徒的性命，此乃天罚。我靠你！兄弟们，之前的都搬走，谁敢拦，直接砍了！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阿成，阿成，我绝不会让你有事。曼君，够了！这女人被我夫君休弃后，便对我家怀恨在心。她因自己身子有问题，无法生育，嫉妒我能为李家延续香火。今日设下如此毒局，假扮圣女，就是为了当众害死我夫君，让我肚子里的孩子失去父亲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真如李家所言，圣女是假冒的？可这容颜变化，若是易容术，也太通神了。但圣女宅心仁厚，若她真是圣女，又怎会如此残忍？可她若真是妖女，怎敢在圣坛行凶？正因为这里是圣坛，她冒充圣女，就是想借圣坛的名头害人。等真正的圣女来了，她肯定跑得比谁都快。成儿别怕，有娘在，她不敢把你怎么样。等真的圣女和大祭司来了，看她怎么收场。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，苗寨的人第一个饶不了她。沈曼君，
现在放下解药，滚出去，不然等大祭司来了，你想走都走不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曼君，我承认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承认，我是因为孩子的事太过心急，这才说了些不该说的话。可我李家3代单传，我不能没有后啊！曼君，念在我2人夫妻3年，只要你把解药给我，今日一切我既往不咎，而且还会让你回督军府继续做督军府夫人，让苏颖把主院让给你。什么？先将他稳住，骗出解药再说。说完了。李连成，这3年，你吃的、穿的、用的哪一样不是我操持？你丢了印玺，是我寒冬跳进冰河帮你捞；你母亲病重，是我跪在床前侍病3个月。你能拥有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我。那都是你应该的。你嫁进李家，伺候公婆，不是天经地义？应该的。那我用20年阳寿救你儿子，也是应该的。沈曼君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我儿愿意让你回去，是给你脸。你一个被休的下堂妇，身无分文，离了我们李家，你能去哪儿？就是你以为穿一身苗氏就是圣女了？等出了这个门，你连口饭都吃不上。识相的就赶紧把解药交出来，我们还能让你回府继续当你的夫人。你们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回去？不然呢？你一个乡野村妇，离了男人怎么活？乡野村妇。恶心死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你又用了什么妖法？你们口口声声说我离了你们活不了，可你们知不知道，没有我，李连成3年前就死了。现在你们告诉我，李家，我凭什么看得上？曼君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想让你回来，咱们毕竟是夫妻。夫妻，夫妻。李连成，你露着新人骂我黄脸婆的时候，想过我们是夫妻吗？你当众羞辱我，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想过我们是夫妻吗？你将我扔出府，不顾死活的时候，想过我们是夫妻吗？要是他不交出解药，李连成出什么事，李家不就完了？不。我不能让他得逞。曼君姐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就交出解药吧。我愿意放弃正妻的身份，甚至把我和孩子交给你抚养。只求你不要再折磨连成哥了。李连成，你不是想要孩子吗？那你知不知道，你身边这个女人肚子里怀的根本不是你的种。你说什么？你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！连成哥，你别是骗你的，他想离间我们。我肚子里怀的千真万确是你的骨肉啊！沈曼君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害我儿子还不够，还要往我儿媳身上泼脏水！曼君姐，你3年无所出，我处处忍让，可你不能因此就诬陷我的清白。3年都没生出孩子，确实说不过去。是啊，女子嫁人，生育是本分。你不知道，当年你伤及根本，需要调养3年才能有孕。什么？诸位若有懂医理的，不妨上前给李督军把把脉。老夫行医40年，略通医理。这脉象，怎么了？恕老夫直言，您伤了根本，绝不可能有子嗣，而且您这是死脉，绝对活不过7日。不可能！你胡说！督军，
老夫行医40年，这种脉象绝不会有错。您根本不可能让女子受孕。连城哥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他们是一伙的。连城哥，你信我，孩子是你的，真的是你的。成儿，你别被他们骗了，这个老大夫肯定也是沈曼君串通好的。沈曼君，你为了报复我们李家，什么谎话都编得出来。沈曼君，你别以为找几个贴就能糊弄人，等真正的债主来了，看你还怎么装。到时候我们就把礼物奉上，求真正的圣女给成儿解毒。等成儿好了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。对，等债主来了，真正的圣女一定会给我解毒。债主到！来了，大祭司来了！成儿，快准备好礼物，待会儿见了大祭司，咱们就求他引荐圣女。沈曼君，你不是能装吗？债主和大祭司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装。债主，大祭司，这是我们李家世代相传的宝物，龙珠价值连城，献给圣女。债主，大祭司，我是西南督军李连成，今日拜见，求二位带我去见圣女。我这条命只有圣女能救。李连成，你当真不记得我了？成儿，没准你以前帮过他，要不他怎么会这么问？你对，我想起来了。当年您来平阳的时候，是不是我接待的？还是说，您路过李家，我请您喝过茶？李连成，你当真记得我？记得，怎么不记得？那你自然也认得我的女儿。自然，我们一家都是圣女亲自邀请过来。那这么说，你一定记得3年前你重伤垂危，是我女儿割腕放血，用20年阳寿救你。什么？3年前你躺在榻上，是我女儿日夜守护，熬药喂药。3年前你李家遭难，是我女儿操持家务，侍奉公婆，而她就是我女儿。李长城，你口口声声说记得我，可你连她是我女儿都认不出，又怎会记得我？不可能，她怎么可能是你女儿？3年前，她为你坠入红尘，自折20年阳寿，以心头精血逆天改命，只为救你濒死的性命。而你，如今却嫌弃她容颜损寿，将她扫地出门。3年前，她为你操持家务，侍奉公婆，日夜熬药。她把自己熬成了人人嫌弃的黄脸婆，却把你一步一步捧上了督军之位。而你，功成名就之日，嫌他人老珠黄，露着新欢当众辱骂，甚至拳脚相加，殴使发气，将他扔到乱葬岗，连一件御寒的冬衣都不曾给他。你扪心自问，你配得上他的付出吗？不，这不是真的，曼君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曼君，你打我骂我，我都认。你让我跪多久，我就跪多久。只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。错，李连成，你从不知错，你不过是怕死。圣女，我们真的知错了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救救我儿！我给您磕头，我给您磕一辈子头。您要什么金银珠宝、房产地契、兵权势力，我们李家全给您。只要您肯救我儿一命，您要什么我们都给。好啊，我要的从来不是金银珠宝，我要的是你们当年欠我的命。我用20年阳寿给他一条命，现在我要收回来。
不能，你不能！曼娟，曼娟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曼娟，我错了，是我糊涂，是我被爹娘逼的。你救过我一次，再救我一次！狗东西也配碰圣女？沈曼君，你真的要看我死？我也曾爱过你。爱？我没忘你说过什么。你说我是黄脸婆，说我是下堂妇，说我丢你的脸。我也没忘你怎么掀翻我做的汤，怎么让家丁往死里打我。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不，曼君，我把苏印赶走，我让你回主院，你还是正妻。晚了。成儿，为你续命的蛊虫离体，你的命还有7日。7日内，你的5脏6腑会倍速衰老，你会白日痛，夜里更痛，你会睡不着，吃不下，眼睁睁看着自己一点一点烂掉。我要你受尽折磨而死。不要，不要，曼君，我求你。君，我求你，曼君，曼君！来人，把这群畜生给我扔出去！是。曼君，曼君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！成儿，放开我儿子！放开我儿子！诸位贵客，今日圣坛受惊，是我苗椒招呼不周，后山已备下薄酒素菜，全当给诸位赔罪，请。且慢！这是凌少帅。求圣女救命！寒毒入骨，侵蚀心脉，他居然能撑到今天。若再不解毒，他活不过半年。林某身患顽疾，久治不愈，听闻圣女有通天之能，特来求医。若圣女出手相救，林某愿倾尽所有，以报大恩。求圣女出手，救救少帅！曼君，我家是西南大族，世代忠良，林老将军与我有救，你若方便。你知道我救人的代价吗？同心骨，以命换命。若圣女能救，凌某这条命以后就是圣女的。可惜，你这条命，我不想要。抱歉，是林某唐突了。是他！等等！你为什么要救我？看你一个人，怪可怜的。小少爷，小少爷，你去哪儿了？行了，我家人来找我了，你安全了，我走了。等等，这个给你，谢谢你救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曼君。曼君，我记住了。
曼君，原来是你！我找了你18年，没想到再次遇见你，竟是在这儿。当年他救过我一命，如今我不能见死不救。要想解毒，跟我来吧。圣女，这位公子所中之毒，乃是千年寒毒。此毒阴寒至极，已侵入五脏六腑与骨髓经脉。若想解毒，除非动用同心骨，以命换命，否则……不，曼君，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能活到今日已是赚了。我不值得你为我付出一切。你的毒有解，千年寒毒为世间至阳至纯之物可解，莫过于龙血藤。龙血藤，传闻此藤生于万丈悬崖之巅，吸天地阳气，100年方得1寸，1000年完成1株，确是寒毒克星。只是此物极其罕见，只听说过，从未见过。我见过，整个西南只有1株，就在李家。李连成是。3个月前，李连成父亲多年积劳成疾，卧病在床。我查阅1点4处打听，得知龙血藤能根治他的旧疾。我瞒着所有人，独自上山，在悬崖上找了3天3夜。我不慎踩了空，跌落山崖，幸好抓住一根藤蔓，保住性命。那株龙血藤，我只切下1根须子入药，剩下的还供在李家祠堂。李连成在军中这些年，只知道钻营攀附，中饱私囊。我父亲早有耳闻，只是碍于没有确凿证据，而我又病重，正好趁此机会，有些账也该清算了。我跟你一起去。痛，好痛！成儿，你再忍忍，大夫马上就来了。这脉象，老夫人，恕老朽直言，督军这病，老朽无能为力。什么无能为力？你是大夫，你得救他。恕老朽无能为力，老朽告辞。沈曼君那个贱人，他好狠，他真想让我死。要不是你非要逼着成儿生孩子纳妾，又怎么会闹出这档子事儿？连成哥，痛！沈曼君那个贱人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我的种。不，连成哥，你信我。放屁！那贱人说我根本不可能让你怀孕。说，你肚子里的野种到底是谁的？连成哥，他恨你，恨我，恨李家。他说这些就是要看你痛苦，看你众叛亲离。连成哥，这一切都是他设的局。他给你下蛊，又编造谎言让你怀疑我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怎么可能怀上别人的孩子？这一切都是沈曼君做的局。阿隐的肚子里当真是我的孩子？区一个苗寨，竟敢将我儿害成这样！成儿，我这就去带人围了苗寨。是圣女又如何？我就不信她不怕枪！老爷，爹，老爷，快去济仁堂，就是以前沈曼君那个贱人经常去的医馆。他每次给你爹抓药都去那儿。可是我不知道抓什么药啊，万一抓错了。你去问掌柜，就报沈曼君的名字，他一定知道。快去！我跟你一起去。我要亲自去问问，那个贱人到底给我爹下了什么药。掌柜的，你认不认识沈曼君？他之前都抓什么方子？给我也抓一份，快！这位夫人，沈姑娘确实在我们这儿抓药，只是有几味小店没有。没有？怎么会没有？您有所不知，这方子上有好几味珍稀药材，市面上根本买不到。那些药材都是沈姑娘自己上山采的，比如这龙血藤长在万丈悬崖上，100年难得一遇；还有这位千年灵芝，生在深山老林深处，常有猛兽出没。沈姑娘每次来都是带着采好的药材，让我们帮着炮制。沈姑娘对她丈夫和家人那真是没话说。
为了给他治病，他几乎把附近的险山都爬遍了。有一次，他来送药的时候，手上还缠着绷带，血都把绷带渗透了。哎，沈姑娘，你为了你丈夫一家人也太过拼命了。剩下的药材就分给那些治不起病的穷苦百姓吧。该死的沈曼君，他想干什么？想让所有人都觉得他贤惠，觉得我们欠他的。要不您按着方子自己去采，只是千万要小心，那些地方不是一般人能去的。沈姑娘，您当年到底图什么？娘，那个掌柜的说药方上都是什么珍稀药材，什么龙血藤长在悬崖上，什么千年灵芝有猛兽出没。那个贱人，他就是想用这些没听说过的药，显得他多能干多贤惠。我早就知道，这都是沈曼君那个贱人的阴谋。怎么了？又出什么事了？老爷，你听见了吗？那个贱人，他给你用什么龙血藤、千年灵芝，都是他故意找的些没听说过的玩意儿。他就是想让你的病迟迟不好，好显得他贤惠，显得他辛苦，让咱们欠他的。沈曼君真的是故意的。李老爷，看看我们家被他害成什么样了。成儿中了蛊毒，就连你也开始咳血了。这都是他的阴谋，他就是要害死咱们全家。沈曼君那个毒妇，害我父亲，我不能再忍了，我要带人去端了苗寨。想好了？想好了，今日我不仅要拿回龙血藤，我要把我给李家的一切统统拿回。好。来人，给我把门撞开！林墨尘，你凭什么闯进我督军府？你敢？怎么了？这些年你做了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哼！我说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决绝，还要和连城哥离婚？原来是勾搭上野男人了。林少帅，你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非要捡我们李家不要的破鞋，传出去就不怕别人笑话？沈曼君，为了这么一个病老鬼，你居然连我李府的正妻位子都不要了。瞧瞧这副样子，谁不知道他病入膏肓，怕是连床都爬不上去吧？能满足你吗？别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低俗。沈曼君，你敢打我儿子？你个贱人，在李家庄的贤良淑德，一转头就往野男人怀里钻。我呸！什么圣女，分明是荡妇！事到如今还厚颜无耻的狡辩。这3年，我为你们李家洗衣做饭、熬药续命、操持家业，伺候你们一家老小。你们吃我的、穿我的、用我的，却骂我丑、骂我老、骂我不会生孩子。今日我就让你们死个明白。宣统3年3月，克扣3营军饷5000两，谎报匪患损失。宣统3年6月，私卖军粮2万斤。宣统3年9月，挥报阵亡将士名额，冒领抚恤金8000两。还要我继续念吗？来人，进去搜。是。少帅，搜出来了。李连成，
你贪军饷、克扣粮饷、冒领抚恤，你心里有数吗？来人，督军令。奉西南军总司令部令，查平阳督军李连成任职期间治军无方、中饱私囊，着即革除一切职务，收回兵权，押入大牢。不，你们不能这样！沈曼君，就算我不是平阳督军，我李家还有房产铺子，我不信无人能治我的病。你以为你赢了？李连成，你说的是城南那3间绸缎铺，还是城北那2处宅院，还是城外那500亩良田？那些都是我这些年冒死上山采药一分一分赚下来的。就连给你爹治病的龙血藤，都是我拼死采来的。你李家的一切，都是我沈曼君用命换来的。今日我不过是来收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。不，曼君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李连成，签了他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曼君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3年前，曼君为你李家付出一切。你们嫌他老，嫌他丑，将他赶出家门，险些让他命丧街头。今日你们也尝尝这滋味。小心！少帅小心！派人封锁全城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是。李莫尘，我没事。不能再拖了，跟我来。会有点痛，你忍着点儿。李莫尘，李莫尘，我好了。倒干净点，别偷懒。我李连成对天发誓，此生只娶你一人为妻，生生世世护你周全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3年，整整3年，我耗尽自己为他们洗衣做饭，为他们熬药续命，为他们操持家业。我以为那是我的家，我以为他们是我的家人，却没想到，只是一个被人利用、抛弃的傻子。所有的付出，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。你大病初愈，不是让你好好躺着休息？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你呢？这么晚一个人在这儿，想什么？你说，一个人付出所有，却换来背叛和抛弃，付出的那些年，那些心血，那些眼泪，到底算什么？算成长。我小时候学骑马，我从马上摔下来无数次，摔得头破血流。我问师傅，那些摔的跤、流的血算什么？师傅说，算你学会骑马的路。曼君，你付出的那些年，那些心血，那些眼泪，是你学会看清人心的路。我知道你受过伤，知道你害怕再付出，但曼君，我想告诉你，今后不论遇到什么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
林墨尘，谢谢你，但你我之间两清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回去休息了。曼君，我会给你时间，不管多久，我都等你。徐夫，是你！督军，属下得知您被林墨尘陷害，日夜兼程赶来救您。这什么地方啊？又破又脏，怎么住人？连城哥，咱们就不能换个地方吗？夫人，林墨尘的人正在全城搜捕，这老宅偏僻隐蔽，暂时安全。等风头过了，属下再想办法送你们离开。可这地方连个像样的床都没有，怎么睡？先将就一晚吧。我不，我要回城里。你不能走，你还怀着我们李家的孩子。你还知道我肚子里是你们李家的种，要是冻着我，饿着我，这孩子有个3长2短，你们李家就等着断子绝孙吧。小影，你看，这是李家的传家宝，明天我让你爹去当了它，咱就有钱了。你疯了！这是我李家的传家之宝，祖上传下来的，绝不能当。明天去把这3子当了，先救个急。水，给我水！你到底什么时候把我带走？这破地方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就快了，我的小心肝儿！我救他一家，就是为了拿到李家的传家宝。等东西到手，我就带你远走高飞。苏影，你个贱人！你好大的胆子！苏影，你个贱人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刚才在干什么？我睡不着，出来透透气。透气？我刚才明明看到。看到什么？看到我一个人在这发呆吗？这是4级间，咱们4个人挤在一间破屋里，爹打呼噜，娘说梦话，你疼得哼哼唧唧，我被吵得头都要炸了。你呢？你不睡觉，跑过来踹门，还这么凶地看着我。你是不是怀疑我？连城哥，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，我怎么会？颖儿，我不是怀疑你，我就是……你就是不信任我！我跟着你逃出来，吃这么多苦，你还怀疑我？我不活了！好了好了，是我不好，我刚才可能是疼得眼花了。走吧，回去睡觉。明天我再想办法。掌柜的，看看这个值多少？成色一般，3两银子，不能再多了。3两？这纯银的至少值10两。那你就去别家。3两就3两。当了就当了，成儿的身体还得抓药，我们已经不剩多少钱了。你们要买药？这几日黑市有场医药拍卖会，好多稀罕药材，你们要是真有需要，可以去那儿看看，说不定还能捡漏。
曼君，曼君，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黑市3年一度的医药拍卖会，3日后在城外云隐山庄开市。我想去给将士们采买些治伤的好药，可我对药理一窍不通，怕被人骗了，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你懂药，也懂人，能不能陪我走一趟，帮我长长眼，拍下真正有用的药材？黑市水深，药材真假参半，你带够人手。好。成儿，天大的好消息！我刚才去当铺，听说3日后云隐山庄有场医药拍卖会，好多稀罕药材，说不定能拍到治你病的药。真的能治好我的病？那可不，听说什么千年灵芝、万年人参都有。可咱们现在哪还有钱？去了再说，万一有机会呢？总比在这儿等死强。去，我一定要去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都要抓住。好好好。李连成，万一真拍到什么好药，他的病好了，咱们还怎么……傻丫头，他拍到了，不就是咱们拍到了？等他把好东西拍下来，咱们再连人带药一并收了。可他现在穷得叮当响，拿什么拍？我这儿有点儿，你再说服他去钱庄借点儿，让他去拍。等东西到手，连本带利，都是咱们的。还是你聪明。等拿到钱和药，我就带你远走高飞。快看，林少帅身边那个女人好漂亮，听说那个是苗寨圣女，治好了林少帅的病。苗寨圣女就是跟李督军离婚的那个。李督军真是瞎了眼，这么美的夫人都不要。这身影怎么这么熟悉？看什么呢？你看那边，是李连成。没想到他居然敢来。他是仗着黑市规矩才敢冒险。黑市之内，不论身份，任何人不得动手。暂且放他一马，出门再抓。沈曼君怎么也来了？他不会发现我们了吧？发现了又如何？黑市规矩，没人敢动手。就算他跟林墨尘在一起，也不能奈我何。诸位贵宾，3年一度的医药盛会今日正式开锤。第一件拍品，百年雪山参，起拍价200两。一共只有500两，一定要谨慎。年份不足，顶多60年。下一件火灵芝，可清热解毒，活血化瘀，起拍价100两。火灵芝遍地都是，外面药铺才20两，这黑市拿人当傻子。这株火灵芝不一般，赤中带金，是变异品种，药用价值1000倍不止。拍150两。100两我都嫌多，林少帅居然出150两，疯了吧？有钱人的世界看不懂。 150两一次，150两2次，152、300两。东瀛人，他竟然也懂药。右手边女士出价300两，请问还有人要加吗？400两。500两。800两。没想到这小小黑市竟真有人识货。这火灵芝是战场救伤良方，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拍下。1000两。1000两！天哪，早知道把我们家药铺的火灵芝都拿过来了。抱歉了，点天灯。天哪！苗寨圣女她居然点天灯！八嘎，这个女人居然点天灯！什么？
沈曼君他居然点天灯，他哪来的这么多钱？督军，他现在跟着林墨尘，林家可是西南首富，这点钱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。这株火灵芝由沈女士拍得。倭军在东北吃了败仗，伤亡惨重。这个女人专派疗伤圣药，定是替倭军采购的。既然撞到我手里，就让你空手而归。下一件，玉麒麟，起拍价600两。800两，1200两。点天灯。下一件，血残退，起拍价500两。700两，1000两。点天灯。八嘎！疯了，他疯了！沈曼君，我记住你了，等我回去禀报大佐，一定要你好看。诸位贵宾，接下来是本场拍卖会的最后一件拍品——赤血灵芝，传闻能解世间一切疑难之症。我的病有救了，有救了！这一株我一定要拿下。督军，我这儿还有些银子，您尽管拍。1100两。那人是谁？穿得破破烂烂，出手倒是大方，1000两都敢拍下来。这灵芝100年不遇，居然还敢开价1000两，真是可笑。1200两。他认出我了，他故意跟我抢。他点了那么多次天灯，我就不信他还有钱。1300两，1400两，1500两，1600两。孙上借的钱我们只有1700两，不能再加了。1700两。这女人疯了，怎么突然对这么株没用的灵芝感兴趣？1700两一次，1700两2次，1723。1800两，1800两，成。等等，我出2000两！2000两，我们哪有这么多钱？李连成，你确定你拿得出2000两？这位客官，黑市规矩，举牌必付钱。您要是拿不出2000两，后果您懂的。算了，2000两，这株灵芝我不要了，让给你。只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掏出这2000两。这位客官，你要是拿不出2000两，按照规矩，要留下一双手。虽然这灵芝能起死回生，但若没有龙血藤做药引，毫无作用。虽然珍贵，但也不值2000两，真是可惜。你说什么？他刚才是故意跟你抬价的，你上当了。沈曼君，你早就跟林墨尘勾搭在一起，给我戴绿帽子！你诬陷我出轨，盗走我李家财产，还给我下毒，如今居然还下套引我上钩！你这个毒妇，骗子！就是这个女人，她婚内出轨，偷走我李家救命的龙血藤不够，还盗走我李家财产。甚至给我下毒！你们看看我现在的样子，都是被他害的！什么？林少帅和圣女偷情？这李连成都病成这样了，说话能信？那可说不准。你没听说过“最毒妇人心”啊？这不就是当代的潘金莲和西门庆吗？李连成就是那个武大郎啊！不急。沈曼君，你不是有钱吗？你不是点天灯吗？今天这株灵芝，你给老子付钱！还有那株龙血藤，本来就是从我李家偷的，立刻给我送来，否则我李连成就算死，也要拉着你垫背！曼君姐，我求求你了，我肚子里还怀着连成哥的孩子，可我们一家人现在连饭都吃不上，你行行好，放过我们吧！我知道你弃我先一步怀上孩子，所以让我一个玉人大着肚子给你当牛做马，给你洗脚端水，这些我都能忍。只是求求你不要对连成哥赶尽杀绝。这孕妇也太可怜了。圣女怎么了？圣女就能随便欺负人？我看她就是个人面蛇蝎的毒妇。李连成，你搬弄是非，颠倒黑白，别以为在黑市我就不敢动你了。
别以为在黑市我就不敢动你了。你动啊，动我一下试试。黑市规矩，任何人不得在黑街内动手。你是少帅又如何？你敢动我，就是跟整个黑市为敌。到时候看你怎么收场。你，沈曼君，怕了吧？怕了就乖乖掏钱，把灵芝钱付了，再把龙血藤送来。说不定我一高兴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李连成，你说完了吗？你想干什么？黑市不能动手，你敢跟黑市作对？李连成，你口口声声说我害你，可你连他肚子里怀的到底是谁的种都不知道。诸位，我沈曼君行得正，坐得直。李连成这条命是我给的，李家那些财产是我用血汗换的。他今日落得如此下场，是他自己选的。他动手了，他真的动手了，你们都看见了。沈曼君，你完了！今天你走不出这个门。这到底什么情况？规矩就是规矩，就算是圣女，也不能坏了黑市的规矩啊！这个女人，她在黑市动手打我，坏了规矩，您快把她抓起来！沈小姐，刚才的一切我已派人查清。李全称当众诬陷、捏造事实、混淆视听，扰乱拍卖会秩序，此事因他而起，您出手情有可原。这个女人，她在黑市动手打我，坏了规矩，您快把她抓起来！沈小姐，刚才的一切我已派人查清。李全称当众诬陷、捏造事实、混淆视听，扰乱拍卖会秩序，此事因他而起，您出手情有可原。你说什么？沈小姐，今日之事是我黑市监管不周，让您受惊了。不知您是否需要我派人护送您和林少帅回府？不必，我们自己走。李连成，提醒你一句，拍卖会的账你还没付。你一共欠黑市2300两，其中灵芝2000两，加上你之前扰乱秩序的罚款300两，什么时候结清？颖儿，出来之前娘不是把传家宝给你了？快拿出来，先付了这笔账。给你？凭什么给你？李连成，你醒醒吧！这传家宝现在是我的，一个废物，人财两空，还被人当猴耍。你有10个字跟我要东西，你以为我还会跟你回那个破地方？我告诉你，我受够了。不，你不能走，你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孩子。孩子？李宽成，你听清楚了，这孩子根本不是你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孩子不是我的。听不懂人话。我说这孩子是徐福的，从头到尾我跟你不过是演一场戏。原本还想着做督军夫人，真没想到你这么没用。督军，对不住了。你以为我为什么拼死救你，还不是为了这个？你们这对狗男女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些就当是我救了你一家的报酬。我们走。站住！账还没结，想往哪儿跑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实点！一共2300两，请问怎么支付？我没钱了，都被抢走了。黑市规矩，欠债不还，留下一双手。是。没钱还敢来黑市撒野，滚！成儿，成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你的手呢？怎么会这样？苏颖呢？苏颖去哪儿了？苏颖那个贱人，她和徐福早就勾搭在一起，传家宝，还有我在钱庄借来的钱，全被他抢走了。老爷，老爷！啊！成儿断了手，老爷又倒了！天哪，这让我怎么活啊？谁来救救我们？谁
你是平阳督军李连成？你是谁？你和你父亲的命，我可以救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？为什么帮我？聪明人从不会问多余的问题。我要你替我办一件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曼君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那双慧眼，我也讨不到这么多珍贵药材。有了这些药，前线将士们受了伤也能及时救治，打起仗来更能得心应手些。林墨尘，刚才那个跟我竞拍的女人，我感觉她不简单。你是说那个蒙面的？她出手阔绰，目标明确，专拍疗伤圣药，而且她的口音倒像东瀛人。你要小心，我怀疑她可能是……少帅，不好了，咱们城外驻扎的第3营被敌军偷袭了，对方趁着夜色摸进来，放火烧了粮草，还伤了咱们不少弟兄。现在营队伤员遍地，随行御医根本忙不过来，已经有10几个弟兄因为来不及救治。走，马上回营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们随行军医不是忙不过来吗？带上我，多一个帮手。好，走。大夫，大夫，我兄弟快不行了，你快来看看他！马上，马上！重伤员集中左区，轻伤员右区，拿药箱白布69针线来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圣女，要不是您，我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。圣女，您救了我们的命，这份恩情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还。你们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，我不过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，是我该谢谢你们才是。我林墨尘在此立誓，诸位的血绝不会白流。等我们打退敌军，定会为大家论功行赏，一个都不会落下。圣女，附近几个村落的百姓也被战火波及，有不少受伤的。村里人手不够，都送到营地外面了。我去看看。山城惠子说了，这毒无色无味，只要等明天所有人都喝了药，我看看沈曼君你该如何辩解。恢复的不错，今天再换一次药，过2天就能结痂了。多谢圣女，您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快别这么说，你们为国流血，我做这点事算什么？曼君，从昨天到现在，你几乎没合过眼，这份恩情，我林墨尘记在心里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看到他们一天天好起来，我心里也高兴。圣女真是活菩萨呀！等我好了，一定给圣女立个长生牌位，天天烧香，让子子孙孙都记住圣女的恩情。外面怎么回事？你还我丈夫！我男人昨天还好好的，就是今天早上喝了你的药，就开始肚子疼。你为什么要害死他？什么？圣女她害死人？
这怎么可能？圣女明明救了我们。我的肚子好痛。这脉象气血逆行，虚浮无力，五脏六腑像是被什么掏空了，这是中毒了。可药方明明没有问题，难道是有人动了手脚？我的肚子好疼！救命啊！我不想死，圣女，快救救我！南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中毒了，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是他，就是他，是他给我们下毒的，要害死我们。他才不是什么圣女，你们看看我的男人，看看这些乡亲，都是他害的，都是他。药是他开的，大家是喝了他的药才中毒的。我怎么可能下毒谋害我的病人？可我们明明是喝了你的药才吐血的，你还说不是你？圣女，你为什么要害我们？我们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下此毒手？你们先让我探查一下，这毒来的蹊跷，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我不管，你们动什么？大家都是喝了你的药才中的毒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都给我住口！圣女，是我凌墨尘亲自请来，他的医术，他的为人，我愿用性命担保，他绝不会下毒害大家的。若查明真相，此事确系圣女所为，我甘愿革除少帅职位，任凭军法处置，绝无半句怨言。我有证据。李连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林墨尘，你堂堂少帅，居然联合这么一个妖女谋害自己的亲兵，你根本不配做少帅。李连成，你一个逃犯通缉在身，竟敢闯军营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林墨尘，你心虚了是不是？怕我把你们的丑事抖出来？怕大家知道你堂堂少帅跟这个妖女狼狈为奸？李连成，你既然说有证据，那就拿出来给大家看。空口白牙，凭什么证明是我害的人？凭什么？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。沈曼君，你们以为她是什么圣女，什么活菩萨？你们看看我，我被她害成什么样了？你们看看，她用我的身体炼蛊，让我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现在她又来害你们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他居然用了五毒散克制蛊毒反噬，强行续命。不，你这个妖女，你真的用活人炼蛊？难怪我们喝了药就中毒，原来他是要拿我们当蛊面。我们跟你无冤无仇，在战场上没死在敌人手里，却要被你这妖女害死。还有你，林墨尘，你堂堂少帅，居然联合妖女谋害自己的亲兵，你根本不配做少帅。李连成，你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？那你说说，为什么大家喝了他的药就中毒，甚至还协同他一起陷害我？大家看看，凌墨尘已经被这个妖女迷了心窍，他根本不顾你们的死活。对，他们就是同谋，我男人就是被他们害死的，大家不要被他们骗了。我们替凌家卖命，凌墨尘却要害死我们，他不配做少帅，罢免他，罢免凌墨尘。我们不能让一个要害死我们的人当少帅，罢免凌墨尘，抓住妖女，让她偿命。来人，把这两个杀人凶手给我抓起来！李连成，你敢！凌墨尘陷害我在先，如今又联合妖女残害同胞，我现在以平阳督军的身份命令你们，把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。少帅，我带人杀出一条血路，您和圣女先走。此事绝非李连成一人所为，他背后定有人操纵，我们不如将计就计。少帅，
沈曼君，你也有今天。你害我失去我的手、我的钱、我的地位、我的一切。你让我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，让我受尽折磨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得太快，我要一点一点的折磨你，让你把欠我的全都还回来。要不是惠子大人下令留他2人一命，我定要把他千刀万剐。好好招待。曼君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皮外伤而已。今日那些人所中之毒无色无味，绝非寻常之毒。你还记得拍卖会上的那个女人吗？山城惠子。没错，李连成不过是个棋子，这背后下棋的人，他们费这么大劲设这个局，绝不仅仅是为了对付你我。他们的目标是整个西南防线。李连成利用此事败坏你的名声，他现在肯定得意忘形，他定会去找背后之人邀功。我们不如趁此机会。既然他们要演戏，那我们就陪他们演到底。督军说了，不能弄死，但也没说不能快活快活。这细皮嫩肉的可比窑子里的强多了，也难怪一个下堂妇也能得少帅青睐。哎，嘿嘿。你怎么？惠子大人，林墨尘和沈曼君那2个贱人已经被我关进大牢了，现在整个军营都在我掌控之中。大人，您看我身上这蛊毒什么时候能给我解了？您答应过我的。急什么？不是已经给你解了5成，事情办完，解药自然少不了你的。是，大人说的对。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明日我要你在饮水园下毒，等所有人都倒下，我们就能不费一兵一卒拿下这里。惠子大人，如今林墨尘和沈曼君都被我关进大牢，帐外那群伤兵也已不足为惧。我们真的要为了那些人的贱命，浪费这千金难买的药？什么时候轮到你质疑我的命令？别忘了，你父亲现在还在我手里，你知道该怎么办。好的，惠子大人。聪明人，这是你做的好的奖励。那个贪得无厌的女人配不上这么好的东西。是，多谢惠子大人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把事情办得妥妥帖帖。李督军，记住，成大事者不拘小。明日我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羞辱林墨尘，再把下毒的事推到他的身上。过后，整个西南都是你的，区区几条人命算得了什么？是。这个畜生竟然真的通敌。曼君，我们不能等到明天，我现在就去召集还能信任的弟兄，先把李连成拿下。不，我们现在没有证据，就算拿下李连成，未来南卯山城惠子不会派其他人来。你相信我，明日我要让所有人亲眼看到李连成的所作所为，百姓才能相信你。西南防线不能乱，那些将士不能白白流血，我们不能让山城惠子的阴谋得逞。好。林墨尘与沈曼君勾结要挟，毒害将士，残害百姓，人证物证俱在，铁证如山。今日血债必须血偿。我的父亲啊！我男人就是被这个妖女害死的。今天我要亲眼看着他给我男人偿命，杀人这个狼命！杀了这个妖女，杀人偿命！林墨尘、沈曼君，你们害死了多少人，自己心里有数。今日本督军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跪下给死去的乡亲磕头认罪。本督军心情好了，或许还能给你们一个痛快。面色灰白却不发青，唇色暗淡却不发紫，指甲虽有青紫，却不蔓延。这是归西丸，这人根本没死。李连成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我害死了人，
那我倒想问一句，你确定这人真的死了？当然。众目睽睽，气息全无，身子都凉透了。哦，我要说这人没死呢。不可能，我男人都凉透了，你还这里颠倒黑白。就是，这人就躺在这儿，他居然还敢当众编瞎话。我说，我能救活他。沈曼君，死到临头还敢妖言惑众，这人已经死了，大家都亲眼所见，你想耍什么花招？既然你说他死了，那一具尸体，你为何不敢让我一试？还是说李连成你有什么秘密？难道这人真如他所言没死啊？怎么可能？昨天我亲眼看到他吐血咽气，不过让他试试又不会怎样，万一……不行，我不准你碰他！你已经害死他了，还要糟蹋他的尸首吗？你这个毒妇！李连成，若是你心里没鬼，这人已经死了，我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你为何不敢让我一试？又或者你心里清楚，你根本就是冤枉我们。李督军，他说的有理，人都死了，让他试试又何妨？若是真救不活，再治他的罪也不迟。就是，要是他失败了，也好让他心服口服。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只是人都死了，你还要折腾，这不是对死者不敬吗？该死，沈曼君这个贱人，没有一刻消停。不过再过一刻钟，军营里面的人毒药就会发作了，惠子大人就来了。到时候不论如何，沈曼君都逃不过。好，我让你试，但你要是救不活，在场的诸位都是见证，到时候就别怪我李重成心狠手辣。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是虫子！住手！快住手！他要用古寨害死这个人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妖女！快把她拉开！把她拉开！大家的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这诈尸了！怎么回事？这诈尸了！别死我了！别死我了！活了！死人活了！不可能，归西丸配以风血银针，除非有解药，否则不可能破解。他怎么会？诸位看清楚了，此人并非身死，而是被人喂服了归西丸，又以银针封住穴道，强行压住气息，造成假死之状。归西丸入腹，气息沉滞，脉象全无，触之冰凉，若不细查，与死人无异。李连成，您方才说众目睽睽，气息全无，身子都凉透了，绝不可能作假。那您告诉我，这个死人怎么就活过来了？是啊，督军不是说人死了吗？怎么又活了？莫非真是有人要陷害圣女和少帅？是你这个妖女用了傀儡术！你在她身体里养蛊，用蛊虫操纵她醒了过来，这是妖术！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大家看，若我真用傀儡术操纵她，傀儡无血，蛊虫控尸，体内血气早已凝滞，而她指尖流出的是鲜红的热血。李连成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肯说实话？看来事情已经办妥了，惠子大人正在来的路上，只要等他到了，整个西南就是我们的了。就算你救活了他，那又如何？诸位父老，昨日之事，大家亲眼所见。这些人喝了他的药之后，口吐鲜血，倒地不起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。就算这个人能醒过来，那其他人呢？难道所有人都能作假吗？是啊，我亲眼看到老王吐血的。死到临头，不知悔改。来人，
国圣女少帅，前天傍晚我亲眼看到这个人鬼鬼祟祟摸进军营，往药罐里撒了东西。你说谎！哪来的野孩子，居然敢污蔑本督军！不可能，这是虎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从来不会说谎。没错，虎子这孩子老实本分，他说看到了，那就一定是真的。看来这就是他为陷害圣女和少帅编造的谎言，空口无凭。一个小孩子说的话也能当证据？那日我偷偷跟在他身后，这是他掉的东西，我捡到的。李连成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？沈曼君，你以为找了2个证人就能翻盘？可惜你来不及了。惠子大人，您终于来了。李连成，你居然通敌叛国，你还是人吗？都给我闭嘴！实话告诉你们，如今整个军营都在惠子大人的掌控之中，识相的就乖乖听话，否则格杀勿论。沈曼君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不过你发现的太晚了。实话告诉你们，你们所有的士兵都已经中毒身亡，军营外围我的人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你们插翅难飞。沈曼君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归顺东营，我可保你一命，否则只有死。听见没有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还不跪下！沈曼君，你笑什么？老王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死？老子活得好着呢！曼君，阿爹收到你的信，就带人快马加鞭的赶来了。谢谢阿伯。不可能！那些人明明都死了，我亲眼看着他们喝下毒药。你以为只有你会用毒？我发现你们的奸计后，就通知我父亲带人连夜赶来，给他们服下解药。李成成，你以为你在布局，却不知道，从你踏进来的那一刻起，你才是那个入局之人。我天皇陛下是来取救你们的，你们被腐朽的朝廷压榨，被贪官污吏欺辱，受刻不果腹，衣不蔽体。天皇陛下慈悲为怀，要带你们走向繁荣富强。沈曼君，你是聪明人，该知道大势所趋，我欣赏你的能力。归顺天皇陛下，我保你荣华富贵，保你苗寨平安，否则……住口！你们口口声声说拯救，可你们做的是烧杀抢掠，是无恶不作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慈悲，可你们带来的是刺刀与炮火，是家破与人亡。你们不过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，什么共荣，什么拯救，不过是觊觎我们的借口。我们顶天立地，宁死不屈，想让我们做走狗，做梦。说得好，我们不做走狗，华夏儿女宁死不屈。李成成，你真以为自己攀上了高枝？你真是蠢得一塌糊涂。山城惠子给你吃的，根本不是什么解毒的灵药，而是另一种剧毒。你说什么？他用五毒散克制你同心骨的反噬，让你看起来精力充沛，实则只是回光返照。如今五毒散正在吞噬你的五脏六腑，你活不过1个时辰了。他说的是真的。李连成，你不过是我养的一条狗，狗利用完了，自然要杀。怎么，你还真以为我会把你当人看？你骗我！你说过会给我解药，你说过会让我做一方大员。解药？你配吗？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。天皇万岁！天皇是来解救你们的，你们这些愚昧的人！愚蠢的人，你敢去死吧！八个，为惠子大人报仇，杀光他们！曼君，小心！
李连成，你沈曼君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被权势迷了心窍，背弃发妻，陷害忠良，我罪该万死，这就是我的报应。可我临死前，总算做了一件人事。曼君，我不奢求你的原谅，只求你替我向那些被我害过的人说一声对不起。全军听令，一个不留，捕杀！杀场！曼君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阿爸，我没事。把他葬了吧，找个安静的地方，让他入土为安。好。曼君，今后你有什么打算？你原谅他了吗？原谅？从他带着苏影进门的那一刻起，我们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今日他挡这一剑，不过是他在临死前为自己找回了最后一点良心。人死如灯灭，恩怨也好，情仇也罢，都随这把火烧干净了。如今时局动荡，倭寇猖獗，外有强敌环伺，内有奸佞作乱。我沈曼君虽是一介女子，但也知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愿带领苗寨上下出山抗击倭寇，保家卫国，哪怕粉身碎骨，也在所不惜。曼君，你要带着苗寨出山抗敌，那你愿不愿意带上我？